如果你33岁失去了这世上唯一深爱你的母亲，而未来婆婆在葬礼上却当众说你成了孤儿，该为我们家好好打算了，你会怎么做？你会妥协还是奋起反击？我叫沈如雪，今年33岁，是一家中型企业的财务主管。我的人生不算波澜壮阔，却也自得其乐。每天下班回到出租屋，最幸福的事就是和妈宋清河坐在小餐桌前，吃上一碗热汤面。母亲年轻时是工厂女工，后来下岗，为了拉扯我长大，她做过无数零工，30年来她没有再婚，也从不抱怨。说己的命运，她常说我有你就什么都不怕。我当然知道我和她之间不只是母女那么简单，她是我这世界上唯一的亲人，是我黑暗日子里唯一的光小时。我见过他凌晨4点蹲在地铁口发传单，冬天用冷水洗衣服冻得手肿，也见过他拖着疲惫的身子给我做饭，在我发烧时彻夜不眠。于是我拼命读书，命赚钱，只想有朝一日能让他好好歇歇脚，而他却总笑着说我不累，看到你平安就好。3个月前，我向母亲宣布了我准备结婚的消息，未婚夫叫谢芷晴，是我大学时期的学长，后来进了一家小型科技公司。他不富裕，但稳重懂礼。交往4年里，虽然不太浪漫，但至少一直尊重。我也从未红过脸。母亲听说我准备嫁人，高兴得像个孩子。她开始翻出早年收藏的嫁妆清单，又跑遍了老街小巷，为我寻找一套合适的新婚厨具。她甚至瞒着我，早早替我准备好了婚房的首付和2套新家具，还在楼下小吃街一家福州餐馆学会了几道传统菜，说婚礼那天一定要亲手做出来，让你爸在天上也尝尝。那一刻我差点落泪。我一直以为时间还很多，未来还有很多次机会能陪他吃饭看剧一起逛街，但命运从不提前打招呼。在一次厨房晕倒后，母亲被确诊为晚期肾衰结核病，严重的高血压与心脏病。医生说她的身体已经透支太久，只是一直在硬撑。我不敢相信那个一手撑起我整个人生的女人竟然已经病入膏肓。我坐在病房外一夜又一夜，不敢睡不敢哭，只求她能醒来对我说一句如雪我饿了。第3天清晨，她终于睁开眼，看见我那一刻竟然还笑了笑，说傻孩子别哭，你的人生才刚刚开始，要替我好好的活下去。她的手握着我，冰凉无力，像一片被风吹干的叶子。我鼻子一酸，终于没忍住，泪如雨下。在她走的前一晚，她把我叫到床边，说我给你留了点东西，密码是你的生日。说完他就再也没有醒来。我捧着他留给我的那本旧笔记本，整整发呆了1个晚上。他没有告诉我是什么，但我知道那是他一生的心血与疼爱，而我必须撑下去。人来人往的殡仪馆里，白莲低垂，香烟缭绕。我站在母亲的灵前，穿着素衣，手里捧着她最喜欢的黄菊。来吊唁的人并不多，大多是母亲生前的老同事邻居，还有楼下菜市场里的几个摊主。母亲生前清苦，但为人和善，几乎没有跟人红过脸可及。如此也只有寥寥几人前来送别。这个城市太大，人与人之间的情分太轻薄，连死亡都显得那么寂寞。我强忍着泪水，一一鞠躬致谢，送走最后一位亲友。我正要合上灵堂的门，耳边却传来一阵熟悉的高跟鞋声。哟，小如雪啊，节哀顺变啊，那声音不大，却带着一种不合时宜的轻快。我抬头，韩子墨正挽着他儿子谢芷晴走了进来，一身黑裙，口红却艳得扎眼。他假意地擦了擦眼角，望着遗像说，宋姐可惜了，我还以为他能抱上外孙呢。我没说话，只是点了点头，算是回应。谢芷晴则站在我身边，轻轻握了我的手，她的手还是一如既往的温暖，但我却感受不到半分安慰。她沉默地看了我一眼，眼里似乎闪过一丝歉意。我心里泛起苦涩。母亲去世，她并没有第一时间赶来，而是等韩子墨收拾好妆容之后才一同出现。韩子墨环视四周，撇了撇嘴，怎么就这么几个人？你妈生前不是在社区挺受欢迎的吗？我还是没说话，只觉得胃里泛酸。她却不依不饶，声音压低了几分，如雪啊，现在你成孤儿了，等结婚后得多听我们家的话。芷晴工作忙，你得多担待着点，婚后也别想着继续住在外面了，直接搬过来住方便些。那一瞬，我几乎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母亲刚下葬，她竟当
正讨论我婚后的安排，我扭头看向谢芷晴，想要从她脸上找到一丝反对或不满，可她只是低头不语，仿佛默认了一切。还有啊，韩子墨继续你妈那笔保险，听说挺多的，以后家里有点大额支出，你也别藏着掖着，你们是一家人了，钱嘛，总得一起用才像个家。我指甲深深掐进掌心，才忍住没有发作。忽然身后传来一声苍老但坚定的声音，宋清河才刚入土，你们就惦记他女儿的钱，韩子墨，你还真是多年不变。我猛地回头看见丁奶奶拄着拐杖站在门口，脸色铁青，她是母亲生前最好的邻居之一，也是我小时候最常去蹭饭的对象。我刚才路过，听了几句丁奶奶冷笑，真当我们这帮老人听不懂话吗？人还没冷透，就来算计人家姑娘良心，让狗吃了。韩子墨脸色顿时难看，你一个外人管什么？我们是一家人，说点婚后的安排怎么了？你们是一家人。丁奶奶不屑地哼了一声，这姑娘还没嫁给你家儿子呢，就成你们家人了。我看你是巴不得人家孤苦无依，好从她身上捞点油水吧。我鼻子一酸，泪水差点落下。丁奶奶走过来，轻轻拍了拍我的背，小声说，别怕孩子，你还有我们这些看着你长大的叔叔阿姨，你妈妈是个好人，她走了，我们不会让你孤单。我忍了许久的情绪中在这一刻彻底崩塌。就在所有人离开之后，我一个人坐在灵堂前，望着母亲的遗像，她的照片里还是那样温柔慈祥，眼角有细细的纹路，却笑得让人安心。我把那封他临终前交给我的信拿出来，轻轻展开字迹，依旧工整熟悉的笔锋，让我一眼就认出是他写的。如雪妈不在了以后，没人唠叨你早睡，也没人提醒你别喝冰水了嘛，只希望你能自由地过自己的人生，不被任何人左右。那些说爱你的人，若连你的悲伤都不能共情，就别让他们参与你的未来。我看着那一行行字，泪如雨下。第二天一早，我回到家，打开那只深红色的密码保险箱，里面静静躺着一本厚厚的存折，几封母亲亲手写的信，还有一份房产证落款，写着宋清河赠与独生女沈如雪个人财产，生前以公证。我瞬间明白了一切，母亲早已知晓自己的身体情况，也知道婚姻世界的复杂，所以她用尽最后的力气，把所有能为我铺好的路都铺好了。他没有留下金山银山，却留下了一份完整的尊严。这份尊严，我绝不允许任何人来践踏。葬礼结束后，我收拾好母亲的遗物，把灵堂撤下，整个屋子空的，让人心慌。房间里还留着她的味道，淡淡的清凉油和艾草香，是她这些年一直用的安神方。每当我失眠，他总会用那双布满老茧的手替我按摩太阳穴，轻声哼唱月光下的凤尾竹。现在只剩寂静，我坐在母亲的房间里，看着墙上那张全家福，那是我12岁时唯一一次与他合影照片中，他笑得特别灿烂，却也特别瘦。那时候他正经历工厂倒闭失业，在家却从未对我说过一句抱怨。妈，我哑着嗓子喃喃，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病得这么重？回应我的只有墙上钟表滴答滴答的声音。这时手机响了，是谢芷晴的电话。如雪，她声音听上去有些疲惫。我妈说让你明天有空去趟家里，她想和你谈谈婚礼安排的事。我愣住了，婚礼？我几乎以为自己听错了。你是说现在是啊？她顿了顿，她说你现在没别的亲人了，咱们早点把婚事定下来，你也能有个依靠。我忽然觉得胸口一滞，母亲才刚刚下葬，他们已经在安排我衣服的去处了。我需要点时间，我尽量让语气平静如雪。他低声说，我知道你难过，可现实就是这样，你现在一个人了，确实需要一个家，所以你认为我该把自己嫁出去作为补偿。对面沉默了几秒，然后他说，不如你先过来一趟，面对面谈谈。我挂断电话，心里五味杂陈。第二天下午，我还是去了他们家，毕竟这场感情维持了4年，我不想潦草收场。但我也知道今天的见面将是决定性的节点。谢家在郊区的一座联排别墅小院，修剪得整整齐齐，假山鱼池样样俱全。我站在门口，忽然觉得这里的一切都和我格格不入。开门的是韩子墨，她穿着一件高定黑纱长裙，脸上妆容精致的挑不出毛病。她并未请我进屋，而是径直将我带到了她的茶室。如雪啊，她笑着给我倒茶，你老
大不小了，有些事该懂得分寸。我沉默你妈的财产，我们也不是眼红，但毕竟芷晴是你未来的丈夫，你们迟早是一家人。他抿了一口茶，淡淡的道：听说你妈留了一套房产，是不是写了你的名字？我眯起眼睛看着他。宋阿姨以前也常和我说她最大的希望就是你们能过得好。她顿了顿，如果那套房能过户到芷晴名下以后，贷款什么的也方便。我终于笑了，韩女士，我一字一顿。我母亲的遗愿是让我自由过一生，不是把我卖了换贷款。她脸色一僵，片刻后笑：是容凝固，你这话什么意思？我们是为你好，为我好。我站起身，盯着他，一个刚埋葬母亲的人，还没过完头七就被你拉来谈房产、谈婚事、谈贷款。你口中的好，真的与我有关吗？谢芷晴推门而入，皱着眉头：如雪，你别这样，我妈也是一片好意，她要的不是好意，而是控制我。咬着牙，从你们踏入我母亲灵堂的那一刻，起我就知道你们打的是什么主意。他脸色青紫，你是不是太敏感了？我忽然觉得好笑，敏感。那我问你，如果我母亲什么也没留下，你们还会这么急着催婚吗？空气陷入短暂凝滞，我转身要走，韩子墨却忽然冷声道：你别忘了，你现在孤身一人，我们家好歹还愿意接纳你。我脚步一顿，缓缓回头，孤身一人，我轻声说：我宁愿一个人，也不愿进一个拿遗产换感情的牢笼。他猛地一拍桌子，怒道：你别太不识抬举，要不是芷晴坚持要娶你，我早就什么一个亲了的。男生忽然想起我们三人，齐刷刷的转头，只见门外站着一位西装笔挺的中年男人，脸色如霜，眼神锋利如刀。他步步走近，目光穿透人心，我几乎不敢信自己的眼睛。舅舅，我喃喃，他正是母亲曾提起过无数次的亲弟林婉儿。多年在海外经商，很少联系，但每年寄年货汇生活费从不间断。他走到我身旁，拍我的肩，对韩子墨道：你口口声声说接纳，却一进门就惦记他母亲的房子。我今天来就是要告诉你们，如雪不需要你们接纳这事儿，你算老几？韩子墨哈冷笑，林婉儿嘴角一勾，从怀里掏出一张文件丢到桌上。这是贵公司与我名下基金所签署的股份合约书。如今我作为第一大投资人，决定撤资谢芷晴。面如死灰，我瞪大了眼。你投资了他们公司？是舅舅看着我，我从来没有离开过你们母女，只是藏在他背后守着你，不被欺负。我忽然眼眶泛红，原来我们并不孤单。我望着林婉儿舅舅的侧脸，一时间竟忘了说话。小时候母亲曾多次提起这位弟弟，说他年少聪明，18岁就只身前往新加坡闯荡，从洗碗工作起，后来在东南亚经营连锁物流公司。可他极少回国，也从不与亲戚往来，在我印象中不过是一个模糊的名词，海外的舅舅。可现在他就站在我面前言辞犀利，气场逼人，一纸合同便震退了谢家母子的气焰。林先生，谢芷晴低声开口，额上渗出细密冷汗。这是我们可以坐下来好好谈，不必那么激烈。谢先生，就语气冷淡。你母亲今天说的话我都听见了。我妹妹刚走你们家，不是来吊唁，是来算账。我们不是那个意思。韩子墨强撑着笑是吗？他慢条斯理地把手插进口袋。那请解释一下，这几天你儿子是不是已经以婚后共管资产为由，把你母亲名下的房产列为抵押计划，提交给银行资料？我早就拿到了。我猛然一阵扭头看向谢芷晴，你真的做了？他脸色苍白，张了张嘴，却一个字都说不出口。我心彻底凉了。如雪舅舅轻声说，你不用怀疑，我这几年虽然不常在你身边，但你妈一直都跟我有联系。她生病那会儿没告诉你，却第一时间写信给我。她从口袋里掏出一封被折得整整齐齐的信，轻轻递给我。她说，如果哪天她先走了，让我回来照顾你。还有一句话我记了很久。我手指颤抖着展开信纸，上面是母亲熟悉的字迹：婉儿，如果我走了，请你替我守着如雪，别让她嫁错人。我看完这句，泪水再次模糊了视线。母亲早就知道这一切，早就预料到我一个人无法面对这个世界的算计。舅舅叹了口气，他一个人撑了那么多年，不是没见过人心冷暖，他怕你像他年轻时一样，一不小心就把人生托付错人。我低头，心里有说不出的苦涩。那天晚上，舅舅带我离开了谢家，临走前他对
韩子墨母子只说了一句：“别以为他一个人就可以欺负回到母亲留下的那套房子。”舅舅陪我坐了一整夜如雪，他端着茶杯望着窗外的月亮。你妈把房子和存款都留给你，不是为了让你去买婚姻。我点点头，我知道。可我曾以为谢芷晴是值得托付的人。舅舅摇摇头，人心最怕遇事才看清。沉默良久，我轻声开口：“舅舅，我不想嫁了婚事，我不想再继续下去了。”我握紧拳头，如果说我还犹豫过、心软过，那今天我彻底死心了。舅舅望着我，露出欣慰的神情。你终于长大了。那一夜，我几乎为何言许多回忆，像潮水般涌来。谢芷晴曾在我感冒发烧时送来热粥，在我加班到深夜时来接我回家。我一度以为他是真心的，可再甜的糖包裹的也可能是刀天刚亮。我就拨通了谢芷晴的电话。如雪，她声音嘶哑，仿佛一夜未眠。我们分手吧。我语气平静，却字字锥心。她沉默了几 s 才说：“你真的不再考虑一下？你知道我最不能忍受什么吗？”我望着窗外，是我的母亲刚刚入土，而你却在打她遗产的主意。她说不出话来。我继续道：“你可已不爱我，但你不能不尊重他。”他叹了口气。那房子和存款的事，你还会追究吗？我笑了。你现在最该担心的是银行。说完，我挂断电话。我知道谢家的商业信用已经因为撤资和股东动荡而岌岌可危。韩子墨大概还不知道，那天晚上我发现他偷偷把我母亲遗像从灵堂收起的那一刻，就已经动了全部的法术。律程序，冻结资产，收回抵押授权，撤销婚约。他太低估我了，也太低估一个孤女在悲伤之后能有多强。傍晚，舅舅拿来了一份厚厚的文件夹，说：“你妈留下的不只是房子和存款，他还以你名义注册了一家文化公司。”文化公司？我错愕。是啊，他点头。他说：“你从小爱读书，将来若是不想继续打工，可以用这家公司做点你喜欢的事。”我打开文件，第一页就是注册信息：清河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法人代表沈如雪。我捂住嘴，眼泪再度夺眶而出。他真的为我铺好了整条路。你现在只需要决定这条路要不要自己走下去。我点头，我要走，不为任何人，也不为报复，只是为了不辜负他的期望。窗外的天逐渐亮了起来。我知道从今往后属于我的人生才刚刚开始。我一直以为人生的崩塌是剧烈而声势浩大的，像地震，像火灾，有警报，有烟尘，人人奔逃。而真正的崩塌却往往悄无声息，像一只布偶在线头悄悄松开的那个夜晚，失去了整个支撑。谢家正在迅速崩塌。从舅舅撤资的那天起，谢芷晴所在的公司股价连续暴跌，连带几个合作项目也临时撤资。据我所知，其中就包括那场原本定在年底举行的智慧园区建设，而谢芷晴正是该项目的财务负责人。一旦项目取消，他就面临调查。而韩子墨则更为焦头烂额，他原本是家中唯一的稳定支柱，却因利用未婚妻母亲遗产牟利的传闻被媒体爆料，一夜之间名声尽毁。他强硬的反击，发声明故，水军洗白，但所有的解释在现实面前都显得苍白。我没有再联系他们，也没去关心他们的狼狈，我只是静静地守着母亲留下的小屋，每天收拾家务，处理母亲生前未结清的账目，登记她一封封未寄出的信件。直到有一天，我在她书桌最底层的抽屉里发现了一只信封，上面写着：“仅在如雪决定不在结婚的前提下打开。”我犹豫了整整5分钟，才慢慢撕开那道封条。信里只有寥寥数行：“如雪，如果你看到这封信，说明你已经做出了属于自己的选择。妈，还有一个小秘密，在你出生前，妈曾在福州的老家留下了一间老屋，那是你外祖父留下的，产权至今仍在我名下，钥匙我交给了老朋友丁阿姨，她现还住在老社区里。”我拿着那封信，心跳加速。原来我还有一份。跟我立刻拨通了丁奶奶的电话。魏如雪啊，她的声音依旧和蔼：“你最近还好吗？”我声音有些发颤：“丁奶奶，妈是不是交给您什么东西了？”她沉默了几秒，然后轻声说：“你妈果然没瞒你多久，你来找我吧，我把东西给你。”1个小时后，我在她那间老屋的藤椅上坐下，阳光从窗帘缝隙洒进来，映在他微微颤抖的手上。他从衣柜深处取出一个小铁盒，递给我。25年前你妈托我保管这个，说等她走了就
交还给你。我接过盒子，打开的瞬间，眼泪几乎夺眶而出。里面是一把旧钥匙，一张产权证明，还有一张照片。照片上是我母亲年轻时站在那间砖房前，怀里抱着襁褓中的我。那房子不大，红瓦，白墙窗边种满了茉莉花。母亲笑得温柔又倔强。我只见妈撒着那张照片，心口一阵阵发热。你妈说，不管你今后过成什么样，那里永远是你的退路。丁奶奶低声说，她这一生没别的愿望，就是想让你无论何时都能有地方可去。我咬紧牙关，点点头，我会去的。我坚定地说，是，不仅仅是去看看，我要让那地方重生。那晚我彻夜未眠，查阅了所有与那片老宅相关的信息。舅舅也从我这儿得知消息，第二天便主动派人协助办理过。装修和规划，你想把它改造成什么？他问我，想了想说，一个独立书屋。母亲希望我做我热爱的事，我想在那里开一个有茶有书有故事的地方，不为盈利。他只为温暖他，点头笑了。那名字呢？我脱口而出，就叫清河，那是母亲的名字，也是一份思念。几天后，我带着文件去公证处递交房产继承申请时，却意外收到一份律师函，寄件人谢芷晴，内容是对婚约终止提出经济补偿的请求，理由是女方单方面毁约，造成男方名誉及精神损失。我气得发笑，这世上还有人能这样倒打一耙。我冷静地将所有材料交给了律师，并追加提交了母亲生前签署的公证财产声明，以及谢家擅自使用我母财产的证据。放心，律师说，这场官司你不会输。我点头，起身离开时，却看见门口站着一个熟悉的人影，谢芷晴。她看起来憔悴了很多，胡渣未刮，眼神游移不定。你真的要走到这一步？她声音沙哑，这一步不是我走出来的，我看着她是你们逼出来的。她苦笑，我妈疯了，她甚至想逼我娶别人来替补损失。我才发现你妈当初的怀疑全都对。我沉默不语，她伸出手却又收了回去。我其实还是喜欢你的。我看着她，忽然觉得心头一片空荡，曾经那样熟悉的脸，如今却像隔着一层雾。但我已经不再喜欢你了。我说，她说不出话来，只能看着我从她身边走过，毫无留恋。街道两侧的槐树正值暮春风一吹，洒落一地金黄。我知道属于我的秋天刚开始，但它会是一个温暖的秋清河。书屋的装修比我预想中顺利得多。舅舅帮我联系了靠谱的工匠，一砖一瓦都保留了老宅原貌，红瓦翻新，白墙粉刷老式，木窗被修复得干干净净。窗台上我亲手种上了茉莉、薄荷、凤仙花，空气里总有一丝淡淡的草香。我把母亲年轻时的照片挂在进门处的第一面墙上，那是她18岁时在外祖父院子里拍的，穿着蓝底白花的布裙，笑容清澈的像晨光墙。的对面是我自己亲手写的一行字，愿你在人间所有疲惫日子里都能找到片刻安宁。书屋开张前，我做了3天3夜的梦里，母亲在屋外晒着被子，微笑着回头说，如雪啊，今天天气不错，适合开门迎客。我醒来时泪流满面。开业当天，街坊邻居陆续来捧场，丁奶奶拄着拐杖，笑得合不拢嘴。哎呦，小如雪真是出息了，还能做这么有文化气息的事儿。我送她一本傅雷家书，她翻着翻，这就掉了泪，说你妈在时就常念叨，说你小时候最爱看这本，还会用铅笔在页角写批注。我笑笑，把热茶递给她，那时候不懂太多，只觉得书里有人懂我。她点点头，你现在也该让别人从你这儿找到安慰了。那天的阳光透过竹帘洒在桌面上，一切都安安静静的，像极了母亲生前最爱说的辞岁月静好。正当我在给小孩们做读书登记时，门口走进一个身穿深灰 T 恤的青年，背着相机，头发有些乱，鼻梁上架着一副圆框眼镜。你好，他朝我点点头。我在网上看到你们书屋新开，就顺路来看看，欢迎我礼貌的笑笑。需要推荐书单吗？他摇头，我自己挑就好。他在书架前停了许久，最后拿起一本沈从文的《编程》，走到柜台前，借阅手续怎么走，填写一下这张表格，然后登记身份证号码。我递给他表格，他低头填写的时候，我瞥见他名字周思涵。你是附近的人吗？我随口问。康班
过来不久，在市文化局做项目策划，最近刚好在做老社区文化复兴计划。他顿了顿，所以对这家书屋特别感兴趣。文化复兴，我眼睛一亮。对啊，比如通过老房子变成书店、茶馆、手工坊之类，让原住民有归属感，也让城市保留温度。我一瞬间觉得他的话正对了我心底某个角落。其实这间屋子是我外祖父刘。吓得我低声说，我妈一直没告诉我，直到她走后才让我知道，原来我还有这样一个地方。她看着我，语气也温柔了几分。她一定很爱你。我点头，她是我慈。他生遇到过最坚强的人，我们相视一笑，没有再多说话。但那一刻，书屋静默，风铃轻响，我忽然觉得内心有一点点被谁听见了。接下来的日子，周思汉成了这里的常客。他不爱说话，但总能挑到最合我心意的书，偶尔也帮我搬书架、修插座。有一次他来晚了，递给我一袋热乎的牛肉粉丝汤，说听丁奶奶说你中午没吃。我愣了一下，不知是该感谢还是该尴尬。他只笑笑，别误会，我只是看不得别人饿着。我忍不住也笑了。那你每天看新闻不饿死了？他也笑。第一次露出牙齿，那是别人，不是你。清河书屋的营业渐渐步入正轨，我除了提供借阅买书，还组织了周末绘本亲子会、老年朗读班、晚间读书会等活动，吸引了少林里和学生。一个周六上午，一个抱着绘本的小女孩跑到我跟前仰头叫沈姐姐，我可以把这本带回家吗？我蹲下来摸摸她的头，当然可以啊，但要记得按时还回来。她乖巧的点点头，又突然低声说，奶奶说这个地方有妈妈的味道。我怔住良久，才轻声问，你妈妈去哪儿了？她小手指了指天花板，小声，她也住在星星上。我喉头一紧，抱住他。那以后如果你想妈妈，可以来这里，我们一起读书，一起画画，好吗？他点头，用力抱了抱我。那天夜里，我写日记时第一次用了幸福两个字，不是那种张扬的幸福，而是一种慢慢长出来的根系在泥土深处的幸福。它安静柔软，却也强韧，能撑起一个人继续活下去的全部力量。我忽然明白了母亲为什么要给我留下清河。她不是要我拥有一间书屋，而是要我拥有一种与世界和解的方式。当过去的创伤被文字治愈，当沉重的诗去被一个个读书声覆盖，当有人在这里落泪，有人在这里微笑，我终于意识到，我已经不再是那个悲伤的女孩，我是清河的主人，是一个重新活过来的人。入秋的午后，阳光温柔，风带着薄荷香和书叶气息拂过清河书屋的窗台。我正在帮一位老人挑选适合视力的朗读书时，门外忽然响起一道犹豫又熟悉的声音，你好，请问这里是清河书屋吗？我抬头，几乎瞬间便愣住了。谢芷晴，她穿着深灰色风衣，头发剪短了不少，显得清瘦许多，眼神不再是从前那样自信而明亮，更多了几分迟疑和疲惫。是我语气平静如水。你想借书？他似乎被我的反应惊住了，站在原地愣了几秒，才缓缓摇头。不是，我只是路过。那你已经路过了。我合上手中的书，你可以继续走了。他张了张嘴，却没立即说话，只是走近了几步，站在阳光照射不到的角落里，像极了一个无家可归的人。学，我听说你把房子改成书屋了。他说得很轻，我来不是为了别的，只是想亲眼看看你现在过的是不是比以前好。我一时间说不出话，从他嘴里说出好这个字，仿佛是对过去一切的补偿或者忏悔。他似乎没等我回答，又继续道，我也不是来道歉的，很多事已经来不及了，我只是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想你妈说过的话。我眉头轻蹙，你还记得他说了什么？他说如果你以后过得不好，我就算娶你了也不配叫女婿。他说完这句话，眼圈有些发红。我那时候不懂觉得他太强势，管得太多，可现在我终于懂了。我沉默良久，望着他，淡淡的问，那你现在来是想让我宽恕你？他抬头望向我，眼神里没有一丝自辩，只有低低的说，坦白，不是我没脸求原谅，我只是想告诉你，我退出了家里那个项目，也辞去了原公司职务，现在在一个公益组织做财务志愿者，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声音依旧平稳，他苦笑了一下，望着我身后那些整齐排列的书架，你知道吗？以前你说想开一家小书屋，我总觉得是浪费时间不赚钱，但现在我明白了，离比我以为的任何成功都值得我心头微微一颤，却仍没让表情有丝毫动摇如雪。他低声说，你愿不愿意跟我一起去母亲的坟前看看？我一愣，我知道我
没资格单独去他说，但我想把这段错过的道歉亲口说给他听。我闭上眼，思绪飘回那个寒风凛冽的清晨，母亲被抬入土中，而他和韩子墨却站在一边。谈论的是婚房与遗产，我张口语气温柔却坚定。他那时候想听你没说，现在他听不到了，我不想替他代劳谢芷晴。镇住眼中浮现落寞，我不是恨你，我继续。我也不打算用怨恨折磨自己，只是我已经学会了把属于过去的东西留在原地，不打包带走。他沉默良久，点头，那就当我今天是为自己来的。说完这句话，他没有多停留，转身离开。夕阳斜照在他背影上拉得很长很长，像一段已经彻底被时光放下的往事。我站在门口望着他远去，忽然意识到心里没有了曾经的疼，那不是遗忘，是放过我。回到书屋窗边那盆茉莉，正好盛开，我轻轻触碰那洁白的花瓣，仿佛听见母亲在耳边轻声说，放下它才是真正放过自己。傍晚，周思翰来还书，他一进门便皱了眉，你今天心事重重，出了什么事？我犹豫了一下，轻声说，一个旧人来过，他没有多问，只默默地把书放回架上，然后站在我面前。需要散散心吗？我知道有个地方不错。我笑了笑，好，我们一前一后走出书屋，沿着老巷子一路往前，路灯刚亮，街头的糖炒栗子摊飘着香气，小孩子在石砖上跳格子，老人摇着蒲扇坐在门前说笑。你真的不打算再谈一段了吗？他忽然问我，停下脚步。谈感情不是勇敢的问题，那是什么？是遇见对的人在对的时刻，不再害怕。我抬头望他一眼，而不是用来弥补孤独。他沉默片刻，轻轻点头，那就慢慢来，不急。我忽然笑了，是啊，不急，我已经学会了如何是一个人生活，如何与痛苦和解，如何从最深的黑暗里重新开出一朵属于自己的花。爱情不是救命的船，而是夜晚归来时窗边的一盏灯，有它固然温暖，没有也不再恐惧。我们走着，夜风吹起他额前的发，我的指尖轻轻拂过耳边，心中有一种从未有过的平静，安然从容，不再被谁定义。而那一刻，我知道自己真正告别了过去。10月末的福州天还未冷透，但空气中已有微微的干裂。下了高铁，我拉着行李箱走出站口，远处传来熟悉却又陌生的方言，有些听不太懂，却隐隐唤起了童年梦境中某种久违的感觉。舅舅替我联系好当地一位叫陈叔的老人，说他是外公当年的旧邻居，如今仍住在我母亲留下的那幢老宅后巷。电话中他声音低沉温和，你妈小时候是个安静的孩子，但特别懂事。她离开后，我们这条街也少了很多热闹。我站在出租车下车的那条青石巷，紫前阳光斜照着高高的围墙，老墙上爬满爬山虎，青苔点缀，其间门上那枚铜锁早已锈迹斑斑，却仍安静地守着属于一个家族的故事。陈叔为我打开门，房子里弥漫着一股久未开窗的陈年气息。这些年没人住，我偶尔帮你妈打理打理，也没动什么。他笑着说，他托我保管的东西我也一直留着。他从角落一只红木箱中取出一个包裹，小心地交到我手里。他交代过，只给你亲手。我接过时，心中竟泛起一种极不真实的波动，就像捧着一段从未听闻的岁月。箱中是几本泛黄的日记本，还有一只绣着清河2字的旧布袋，里面静静躺着一串银手镯、2张黑白老照片以及一封信。我先拿起那封信，纸张微脆，信封上是熟悉的字迹，留给如雪，关于我不曾开口的过去。手微微颤抖着打开。如雪，我的孩子，很多事我这一生都选择沉默，不是不信你，而是不愿你承受我承受过的痛苦。我15岁那年，外公病逝，家里欠下不少债，我被迫辍学，靠给人做缝纫贴补家用。那时有个姓林的青年对我很好，是我第一个喜欢的人。可他的母亲嫌我家境贫寒，逼他离开。后来他还是偷偷找我说他愿意带我走，可我没走，我怕再被丢下，也怕一无所有的生活里他会后悔。我选择了留在福州，直到你出生那年，我26岁，带着你北上，什么都没有，只有一腔不愿再依附于人的倔强。那串手镯是外公留给我的，那年我想典当他交房租，结果老板说他是清末老银，值不得几个钱，却可压在心口，保一个人不心慌。我留下了他，也留下了这里
不是为逃避过去，而是等你愿意回来看看妈。曾年轻，是啊，过也曾跌倒过，但从不后悔。有了你，如果哪天你站在这座老屋前，请记住，你不是一个人。我看完信，久久不能言语。这间屋子里承载的是母亲沉默的青春，无法说出口的爱情，以及独自一人撑起整个命运的勇气。那2张黑白照片中，一张是母亲年少时坐在缝纫机前，眼中有光；另一张是她与那位林姓青年并肩站在巷口，她模样清瘦，神情温和，眼角藏着青春的执念。我忽然明白，母亲不愿谈过去，并不是因为痛，而是因为她将所有温柔都用在了后来晚些时候。陈叔招呼我在小院里吃饭，是简单的福州拌面和米酒炖蛋。他说你妈小时候最爱吃这道，说那是她难得能吃饱的日子才有的奖励。我咬了一口，泪水瞬间夺眶而出。他年轻时太苦了，我哽咽。为什么？他从不抱怨。陈叔叹了口气，他太知道这世上同情是最不值钱的东西。我点头，默默地下头。那晚我睡在母亲从前的房间里，木床有些吱呀作响，屋顶风声吹动窗棂，像极了童年梦里那个总有微光的角落。凌晨时分，我梦见母亲坐在屋外剪裁布料，脸上带着年轻时特有的恬静。她回头看我，轻轻说：如雪，你终于回来了。我冲上去想抱住她，可她却像风一样轻轻散了，只剩下一地光影在清晨的阳光中发亮。第二天，我将母亲留下的那些旧物打包妥当，准备带回书屋清河。不仅仅是她的名字，更是我要重新讲述的一个名字背后的故事。在临走前，陈叔送我到巷口，他拍着我的肩：你妈若地下有知，一定觉得安心。你把她想留给你的东西全都守住了。我抬头望天，阳光透过石榴树叶洒下来，有些晃眼，却很温暖。我不仅要守住，我低声说，我还要继续替他活得更好。从福州回来时，已是深秋，高铁驶入北辰的那一刻，窗外大片银杏正由浅黄转金，街道两侧仿佛铺满一层柔软的光，空气中带着桂花香气，熟悉又安定。我抱着那只绣着清河2字的布袋走出站口，夜风扑面，却不再刺骨。清河书屋依旧如旧院子里的墨丽花，已谢取而代之的是秋日常青的薄荷和雏菊。周思涵替我照看的挤好窗台上的书，未乱茶盏，人温回来了。他见我进门，眼中闪过微不可察的轻松。我笑了笑，把行李搁下，抽出一块包着布的老木匾。这块牌匾是我妈年轻时亲手刻的，悬挂在福州老宅门口。我想让她回到该在的地方，她帮我把匾挂在书屋进门处，匾额上是手工雕刻的3字清河堂。我望着她，像望见母亲的背影，站在时光尽头，正回头朝我微笑。我想办一个特别的讲述会。我说主题呢？叫他的名字，我轻声答语，是清河书屋的第1次公开讲堂活动，在一个凉薄却宁静的秋夜悄然启动。为了这场活动，我整整准备了7天，挑选故事、写讲稿、翻修旧椅、清理音响系统，还特意在书屋院子里铺了细碎的鹅卵石，点起一圈暖黄色的灯活动。当晚来了20多人，大多是街坊邻里、书屋常客，也有几为年轻人慕名而来。我穿着母亲生前最喜欢的白麻长裙，站在书屋中央，灯光洒落，影子铺展在木地板上。大家好，我是沈如雪。今晚我想讲一个关于她的故事。我捧起那本母亲留下的旧日记，语气平稳。她叫宋清河，是我母亲一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女人。她的一生没有轰烈爱恋，也没有功成名就，但她用双手缝出我所有衣衫，用一颗心装下我的全部未来。我讲他如何在工厂倒闭后顶着寒风卖豆腐脑，讲他如何用攒下的钱为我买下第1套校服，又如何在病榻前仍笑着说妈不怕，只怕你孤单。讲到这里，空气似乎都安静下来，有人开始低头抹泪，有人默默合上手中书本，有人微微颔首，眼中写满理解。我曾以为失去他后我就什么都没有了。我望向门外秋风，直到我翻开他留下的信，看到他年轻时的照片，才知道他不是没有，他只是将全部留下了我
顿了顿，清河这个名字不只是书屋的名，也是他留给我一生的回声。我想用这个地方讲更多像他那样的他的故事。讲完最后一段时，书屋里响起了一阵微弱却真挚的掌声，有位穿红毛衣的老太太站起来，声音颤抖却坚定。我孙女一直埋怨我太唠叨，我今天才明白，原来唠叨是妈妈最朴实的爱另一位。坐在角落的男青年小声说，我妈3年前去世，我一直没能原谅她不辞而别，但今晚我想，也许她并不是不告而别，而是不知道怎么说再见。我走下讲台，把那串母亲的银手镯放到展示柜中，在旁边贴上卡片。这不是饰品，而是一段撑过漫长岁月的见证。愿每位母亲都能被听见。散场后，大家陆续离开，我留在书屋打扫，直到只剩周思翰。他靠在窗边望着夜空说，你今天很不一样。哪里不一样？你以前讲故事总是温和，这一次却有力量。我垂下眼睫笑了，大概是因为我终于学会了不再为自己委屈而低声。他看着我认真地说，其实你一直都不弱，只是太习惯温柔了。我没再说话，只是走到那只木匾下方，轻声念，妈。我做到了。风从门缝灌入，摇动风铃，像是他温柔地应了一声。回到房间，我打开母亲的日记本，最后一页写着，如果她不结婚也没关系，只要她能笑。吃能睡就已经比我幸福太多。我合上本子，忽然泪流满面。这一晚清河书屋没有熄灯，屋檐下的那3盏小灯陪着我守夜，就像年少时母亲悄悄为我亮桌的那盏台灯。清河书屋开业3个月以来，街坊邻里口口相传，竟也渐渐吸引到一些媒体与公益机构的关注。11月初市文化馆的一位策展人联系我，说他们即将举办一个主题为她的名字的民间女性故事展览，想邀请我作为讲述人之一，分享母亲宋清河的故事。那天我正坐在书屋后院修剪盆栽，电话那头的女声清亮而诚恳，我们注意到你的故事在读书平台上被转发了很多，也看到你对母亲记忆的整理非常温柔又有力量，我们很希望让更多人听见你母亲的故事，也听见像她那样无名女性的声音。我一时间说不出话。他们真的注意到了母亲那个一生未曾站上舞台，甚至连一张正式身份证照片都没有留下的女人，如今竟能成为一场城市展览的主角之一。我抬头望着庭院的风铃，耳边似乎响起她那句最常挂在嘴边的话，妈这一辈子没做出过什么惊天动地的事，但你是我最大的奇迹，我需要考虑一下。我对电话那头说，当然我们尊重你。他温柔地回答，挂了电话。我久久没有动。如果这是5年前的我会毫不犹豫地拒绝，因为羞怯，因为怕丢脸，因为觉得自己不过是个普通女孩，讲不出什么动人的故事。可现在的我已不再那么胆怯，是我害怕的不再是站在台上，而是一旦讲出母亲的故事，我是否能承受那份重新翻涌的情感。你怕什么？那晚我向周思翰倾诉，他一边调试新来的投影仪，一边轻声说，怕再一次把自己撕开给别人看。我苦笑点头，但你有没有想过，也许正因为你愿意撕开，才有人第一次明白，原来我不是一个人。他的眼神坚定，你母亲守了你30年，现在是你为她说话的时候了。我沉默了良久，点头。你说的对。1周后，我发了封邮件给策展人，简单写了几个字，我愿意参加。讲述她的名字，展览定在初冬，场地在市图书馆附设展厅布展的那天。我带着母亲的照片、银手镯、她亲笔写的那封信，还有那本厚厚的日记本，全都安静静地摆在展柜里。策展人特意把展区命名为清河的光。我站在一旁看着一个个观众驻足低头，独自流泪，忽然明白，故事一旦被说出，就不再属于痛苦本身，而是成为连接他人与自己之间的桥梁。展览开幕当天，有一位带着女儿来的年轻母亲走到我面前，哽咽着说，我妈妈也是这样的人，她不会表答案，也不善言辞，但今天看到你母亲写的那些话，我才终于明白，她原来只是不会说而已。我轻轻抱住她，谢谢你，让我终于理解了妈妈。她说这句话像把钥匙打开了我内心最后一扇未解的门。讲述会安排在展览第3日晚上，台下坐满了观众，有熟悉的街坊，也有陌生的面孔。投影屏上，母亲年轻时的黑白照片缓缓浮现，背景音乐是我亲自挑选的笛子，轻奏如愿。
我拿起麦克风，第一次在100多位听众面前讲述属于宋清河的故事，他一生不曾拥有房产，却用一双手建起了我一生的安全感。他没有学历，却教会我如何在灰烬中选择信念。他没有名号，却让我懂得平凡的光也能照亮一个人全部的事。借我讲到他用凉水洗衣带病熬夜做夜宵，讲到他如何默默拒绝那个愿意带他走的灵性青年，只因为带着孩子不能赌。我最后说，我最遗憾的是没有早一点告诉他，妈，你真的已经很好很好了。掌声如潮。结束时，周思翰递上毛巾，轻声说，你做得很好。我望向人群，看见角落里有一个年过60旬的阿姨悄悄拭泪，她身旁的女孩正握着她的手，眼神柔和。那一刻我终于明白，母亲留下的不只是屋子遗物信件，她留下的是一种温柔的力量。她不喊口号，也不惊天动地，她就像这清冬阳光静静地洒下来，落在每个被忽视的角落，悄悄抚慰着我们心中那个最脆弱的自己。展览结束后的第3天，我接到是一家文艺号出版社的电话，沈老师您好，我们是春和出版，这次参加了他的名字展览，深受您的讲述打动。电话那头是一位年轻编辑，声音清亮有礼。我们有个女性口述计划，想邀请您将您母亲的故事写成一本散文集记录下来。我握着手机愣了几秒，我只是讲了一个普通女人的故事，但正因为她普通才更有意义。是编辑坚定地说，我们已经阅读了你在书屋公众号上的部分日记体文章，文笔很细腻，你有没有考虑过将这些内容整理成册？我沉默许久，写书对我来说从未在计划之中，我曾无数次在夜里提笔只为自我整理，但从未想过有一天我将成为别人书架上的作者。那天晚上，我独自坐在书屋的榻榻米角落，翻开那本母亲的旧日记本，纸页已有些泛黄，墨迹却依然清晰，像极了她说话时不容置疑的语气。妈，我轻声念，我该不该把你的故事写进一整本书里？风铃响了几声，窗外夜色渐深，我仿佛听见她的声音从风中传来，你想写就写，别怕。我给编辑回复了，确认我愿意尝试。那天之后，我开始真正坐下来写，不为纪念，不为疗伤，而是为了传承。我给这本书起名叫她的名字，副标题是一个女儿写给母亲的慢信。起初我只打算写母亲，但越写我越发现她只是千万万个她的缩影。她身上有街坊王婶的影子，一边洗衣一边念叨着孩子成绩，有丁奶奶的轮廓，年轻时从东北南下为养活5个孩子，在工地端水泥椅。0年也有自己某部分的投影，努力工作，压抑情绪，不敢奢望爱我。开始去采访他们每一个，他的故事我都认真记录。王婶讲起自己年轻时如何顶着婆的冷眼养活全家，一边说一边擦眼泪。丁奶奶翻出年轻时的结婚照，说那时候最大的愿望就是不要再搬家。而曾经那个在书屋界活着的小男孩母亲说，我从没被谁听过我的话，今天你听了，我忽然明白，书不是为了纪念谁，而是为了替那些被忽略、被遗忘、被轻轻放下的生命说一句，你很重要。有时候写得太晚，我会趴在桌边睡着，醒来时总会看见桌边多了一盏热茶。周思翰会在下班后来无声地守一会儿，不打扰，只留下那盏温热。他从未催我动笔，也从不质问我写什么，只是淡淡说过一句，你写的不只是他，还有很多人的母亲、女儿、妻子，也许他们等这个声音已经很久了。我望向他眼里，忽然泛出一阵说不清的潮意。写书的过程比想象中漫长且痛苦。有一章我写母亲病重前最后一次撑着给我做饭，那碗汤面我吃到一半，他却咳得几近晕厥。我写着写着就停住了，眼泪滴在键盘上，字也糊了。但我告诉自己必须写，不是为了感动谁，而是为了不再忘记。3个月后初稿完成，编辑读完后发来一段话，有后一个家庭的沉默会用一整本书来回答，谢谢你为我们写下他的名字，也为我们写下我们自己。校对期间，出版社来拍了我在清河书屋写作的照片刊，登在一份城市文化杂志封面下，标题是用文字重建母亲的身体。她的名字不只是回忆，我没有公开身份，只留下一句话作结。我的母亲叫宋清河，她的故
是平凡如尘，但它教我成为了光。那天傍晚，街头飘起雪粒，是初冬的第一场雪。我抱着打印好的样书回到书屋，站在母亲照片前，轻声说：“妈，你看，我真的是。”写完了，风铃响起，像他轻轻拍着我肩膀。我早就知道你可以。我站在书屋门前，看着第一箱样书被搬下车，封面是我和出版社共同挑选的那张黑白老照片。母亲穿着旧棉布衫，低头缝衣，光线从窗外洒入，落在她额前，静静的，美得像岁月本身。周思翰抱起一摞放进展示架，说：“第一本给你签名留念。”我笑了。我不习惯签自己的名字，还是留给他吧。我在扉页写下：“献给宋清河，愿世间每一个他都被温柔以待。”出版的第一周，我并没有太多期望，可没想到仅3天后，书屋邮箱便塞满了来自四面八方的信件，有来自外地读者的长信，有手写明信片，也有电子邮件。有人说自己在通宵列车上读完整本泣不成声。有人说终于明白母亲的沉默从未是冷漠，而是克制。也有人说你写的是我妈的样子。那一刻，我第一次真正意识到一个人的书写真的可以抵达许多陌生的灵魂。紧接着，我接到第一场公开访谈邀请，是一家人文播客节目，想与我深聊母亲的故事与书的意义。我犹豫很久才答应节目录制。那天是个小型录音棚，主持人是一位同样失去母亲的中年女士。她问我：“你觉得你母亲会希望你这么公开地谈论她吗？”我顿了顿，说：“她年轻时可能不会，但我希望让别人知道她的忍耐不是软弱，她的沉默不是不在意，她的故事也值得被听见。”主持人点头，眼中泛红。节目播出后，听众留言如潮。我从来没给妈妈说过一句谢谢，现在想说她为我做的一切。我终于明白了，我妈离婚后一个人养我长大，我一直怨她没给我完整的家，现在才懂，她就是家。每一位母亲都是无名英雄。那几日的书屋门口，总有人专程前来，只为亲手说一句谢谢你，让我重新想起我妈。但也有风浪，网络上开始出现一些质疑的声音，不过是普通人的流水账，能叫文学消费亲情，贩卖伤感，不就是为了博关注？又一个靠苦难叙事出圈的女性作家。我看到这些评论时，心里泛起一阵说不清的苦，不是因为委屈，而是因为这些话仿佛也曾在某一夜的我心中悄然想过。我曾怀疑自己写这些是不是只是在揭伤口，也曾怀疑母亲若还在，会不会责怪我将他的艰辛摊在阳光下。那天夜里，我关掉手机，一个人坐在清河书屋里，把灯全部熄了。外面下起小雨，雨丝打在玻璃上，像有人在悄悄安慰我：“你没错。”我想起母亲最后那句话：“妈不在了，但你要自由的活，自由的活，包括被误解、被批评，也包括被热爱、被理解。”第二天早上，我站在母亲照片前说：“妈，我不会停。”下午开始更多的参与访谈、朗读会、女性叙事沙龙。我学着调整自己的情绪，学着在镜头前依然温和，却不再退让。在一次电台节目中，主持人问我：“你现在会怎么定义母亲这个角色？”我想了想，说她是身后永远亮着灯的房间，是风里牵住我领口的那只无形之手，她也是我必须向世界介绍的一个值得被记住的名字。清河书屋的客流渐渐多起来，有年轻母亲带孩子来读绘本，也有老人捧着她的名字坐上一个下午。有人在留言本上写：“你母亲走了，但她活在你讲的每个字里。”有一次，一位年轻女记者采访结束时悄悄问我：“你真的不觉得写亲人是一种消耗吗？”我望着窗外晚霞说：“不觉得，因为它从未消耗他只给予那天夜晚，我收到一个特殊包裹，寄件人署名林一舟。我手一抖，几乎立刻认出那个名字，林正是母亲年轻时未曾嫁的那位青年。我拆开包裹，里面是一封信与一只老旧的木雕书签。信中写道：“如雪看到你的书，我一夜未眠。你母亲是我这一生最敬佩的人，她选择留下，不是因为放弃爱情，而是选择你。我从未原谅自己那年离开他，但现在我终于看见他活在你文字里。谢谢你，也谢谢他。”林一舟。我握着那封信，泪流满面。人生有许多错过，但爱从不会白费。那一夜，我在书屋门前种下第一棵桂花树，它不属于任何季节，却属于每一个爱过、守过、等过的他。那天黄昏，一通电话打破了我平静的书屋时，是
光来电的是市文化发展基金会的一位负责人，声音爽朗。沈老师，我们近期在筹备一个新的公益写作项目，想邀请您担任主讲导师兼项目顾问项目。我一时不解释的，我们计划建立一个女性记忆写作中心，面向社会各界征集真实的女性生命，叙事从街头母亲到退休教师，从农妇到女工，只要她愿意写，愿意讲，我们就愿意听。听说您在她的名字里不只是写了母亲，也访问了许多女性，这种文字能力与情感经验我们很需要。我沉默片刻，这是一个新的起点，也是新的重量。他们提议的计划是在城市南区一座旧厂房中改造一部分空间，设立写作教室、口述录音间与展览墙，打造一个他们的故事被认是真书写认真保存的开放平台。我们可以提供资金支持与空间改造。电话那头诚恳道，但我们真正缺的是一个像您这样懂得倾听的人。挂断电话后，坐在清河书屋的后窗前，望着那棵母亲照片下的桂花树，心思万千。3年前的我只想安静活着，不再被谁影响，不再对谁寄望，但现在的我已经成为一个故事的保管人，一个倾听者，也许更可以是一个连接者。我告诉周思翰这件事，他微微一愣，继而认真说，你适合我。看着他，但这意味着我将越来越少时间守在清河，一个人不能永远只守一间屋。他淡淡说，你的书屋是根，你现在该去开枝散叶了。我明白他的意思，也感受到那句话里的温柔支持。决定的那个清晨，我早早起身，在书屋天井泡了一壶熟普，香气袅袅，像母亲生前烧水时淡淡的叹息。我在日记本第一页写下这一页，写给将要走出去的我。你不是离开母亲，而是去为更多母亲点灯。女性记忆写作中心的前期筹建比我想象中忙碌得多，我亲自参与了每一块砖的挑选，每一盏灯的位置，每一把椅子的角度。我们在一堵长墙上开设名字墙，每一位女性讲述者的名字都被刻在木牌上，排成细细的一列。她们都不曾登上舞台，但她们撑起了无数人的命运。墙上这句话是我自己亲笔写的。项目启动的第1个月，我们收到了超过100封来稿，有被丈夫遗弃却独自抚养3儿女的母亲，有70岁才学会写字，为了讲述王妹童年故事的姐姐，还有一位独居多年的退休护士。她写道，我救过太多人，却从未有人问过我是谁。每一篇稿子我都仔细读，读到凌晨，读到眼酸，读到心颤。我忽然意识到，原来这个社会里有太多声音曾被压在锅碗瓢盆与家长会之间，他们不是沉默，只是无人倾听。我们将部分文字整里程记忆展举办了第1次他的纪实朗读会，灯光暗下，舞台上一个中年妇女站起，她声音颤抖地读道，我曾在清晨4点给全家煮早饭，也曾一个人抬桌煤气罐爬6楼。我的青春没有鲜花，但我也想告诉我儿子，妈妈不是天生就该为谁牺牲。他读完，台下掌声雷动，那一刻我再次感受到清河已经不只是那间书屋的名字，它正在成为一个共同的词汇，一段集体的温柔抵抗。然而也就在项目日渐成型之际，出版社邀我出版第2本书，内容将延续它的名字，但加入我这一路收集的各地他们的故事。这次不是一封慢信，而是众声交响。编辑在电话里说如雪，这一次我们希望你成为主编。面对接连而来的邀说约，我忽然陷入了犹豫。清河书屋需要我继续维持写作中心，需要我投入管理，而这本新书又将消耗我大部分精力。我开始疲惫，开始焦虑，甚至第1次在夜里梦见母亲责备我，你为什么这么累？第2天醒来，我把梦讲给周思翰听，他握住我的手说，你妈不是在责怪你，她是在提醒你别再回到那种压自己的生活方式。你写书是为了自由，不是新的枷锁。我沉默片刻，望着他，认真道，我想让清河书屋有个可以带我照看的人。他一愣，你是说如果你愿意我轻声道他可以暂时由你守着，而我去完成那些外面的事。他没立刻答应，只是低头摸了摸那枚母亲留下的银手镯，说他会为你骄傲。那天夜里，我给出版社回信，我愿意担任主编。第2本书将命名为他们的回声。这本书不再只是关于一个人的记忆，而是关于所有未被看见的他。我将继续讲述，不只为母亲，更
为了那些沉默太久的声音，初春的第一场雨比我预期的来得更早。那天我坐在一辆通往江南小镇的绿皮火车上，窗外是一望无际的油菜花田被戏，雨染得半湿，闪着水光，像沉默了太久的土地终于张开嘴讲起故事。我此行的目的地是他们的回声全国口述计划的第一站。这一次我不再只是书写者，而是倾听者、记录者、连接者。第一位受访者是一位名叫沈碧的老太太，她今年77岁，一生没离开过镇子。她坐在老屋门前的藤椅上，对着录音笔开戏。可我20岁那年差点出嫁，后来人家变卦，那时候娘说没事，第二不嫁也能活得好。结果我真没嫁，一辈子跟娘种菜带弟弟，看他们都成家，有人说我命苦。我不认我这一生虽没有爱人，但我有自尊。他说这段时脸上没有遗憾，只有坚定。我将他的话一字一句打下来，忽然觉得他那句我不认就像母亲生前也会说的话，平凡质朴，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尊严。第二站，我去了一个老厂区，采访了一位退休纺织女工，她的手因多年劳动早已变形，写字困难，却用拼音拼出一封信。我年轻时连月子都没做完就上班，后来女儿说我心硬，可我只是没时间心软。我读到这句时忍不住落泪，这一句没时间心软，仿佛替千千万万像母亲一样的女人说出了真实心声。3月中旬，我去了北方一座山城的女高，我为那群15、16岁的女孩做一场特别的分享，如何记录母亲的故事。结束时，一个女孩悄悄拉住我衣角，小声问阿姨，我妈妈不会读书，我该怎么写她？我轻轻摸了摸她的头发，她懂你，爱她，不需要你写多美，只要你写是真。那天晚上我收到女孩发来的邮件，今天回家后我第一次给妈妈洗了脚，她吓一跳，问我是不是病了。我说没有，只是想让她坐着歇一会儿。她笑得有点笨拙，但我知道她其实很开心。我读完这封信，心里泛出一种淡淡却深沉的满足。这趟旅程的每一站都是一次安静的告别，告别那个只敢藏在纸上的字己，告别那个以为必须完美才值得被爱的人，而每一次记录都是重新认识母亲的旅程。4月底，我回到清河书屋，书屋如今由周思涵打理，格局未变，多了一些柔软细节。门口的木椅被他刷成米白，窗台上的植物换成母亲最爱的吊兰，甚至在书架最显眼的位置摆着他的名字的样书与他们的回声的是初印本。我推门而入，他正坐在前台，一本一本登记书目。他抬头看到我，淡淡一笑，回来了。我脱下外套，像许多年前第一次踏进这里时那样轻轻地走到窗边。窗外是刚刚开花的石榴树。我坐下，打开电脑，开始为他们的回声写最后一章。总结写着写着，忽然觉得母亲似乎就坐在我身边，她没说话，只是静静好陪着我。我对着空气轻声说，妈，我现在过得很好。那天傍晚，有位女孩走进书屋，说，你是沈如雪吗？是的，我妈妈让我给你带句话。她红着眼眶说，她说她终于不再为没文化而羞愧了。她说你的书让她明白自己这辈子也值了。我一时说不出话，只是点头笑了笑。夜里桂花树下挂起新风铃，周思涵站在旁边低声问我下一步呢？我望着远方，灯火淡淡说，继续听，继续写，继续活尾。我自己也为他们那年秋天第2本书他们的回声正式上市，封底只有一句话，我们讲他的故事，不为铭记伤口，而为记住他从未消失。清河书屋依旧在女性记忆写作中心日渐壮大，母亲的名字不再只是我一个人的私语，而我也终于学会了将爱安静地留在身后，然后温柔地向前走。我一直记得那年冬天，他说我想讲一个关于他的故事。那时他站在清河书屋的木地板上，穿着一件浅色棉麻长裙，阳光透过窗棂落在他的肩头，像一道安静的光，轻轻把他整个轮廓包围起来。我坐在角落里没说话，只是望着他。后来他真的把那个故事讲完了，而我也亲眼看着一个人如何在岁月与疼痛中一寸一寸长出属于自己的声音。他离开清河的那年，我们没正式告别他，只是说思翰，这里交给你了。我点头，没有问他接下来去哪儿，要做什么，因为我知道他早已不属于一方小院，而是属于更辽阔的世界。他从不是逃避，只是沉稳地朝着自己相信的
方向走，我留在书屋继续每天开门关门记账泡茶，也偶尔在黄昏时分给门前16树下的风铃抹去灰尘书屋的客人来来往往，变化不大，只是大家说起沈老师时语气都格外温柔，有时候是一位带着小女孩的妈妈，你知道吗？我小时候也在这儿听过故事，有时候是个捧着他们的回声的大学女生，我读她写的织布厂阿姨就像读我外婆的一生，我没说什么，只是默默递给他们茶，或者指向书架上她的名字专属区域。我知道她不在这里，但她从未离开4年后，她回来了。那天春风和煦，我正擦着门框，忽然听见熟悉的脚步声。她背着帆布包，穿着一件旧风衣，笑着说：“好像没变多少。”我说：“你变了哪里？变了更沉。”纹也更轻了，我看着他眼角的细纹像卸下了什么，他没再追问，只坐在窗边轻轻拂过那本摆了4年的他的名字。妈走的时候，你说他不在了，他忽然开口。后来我才明白，他一直都在，只是换了种方式陪我。我点头，他现在也陪着很多人。他忽然看向我，你这几年有没有后悔没跟我走？我笑了，有一点爱怕，有时后想你要是累了，我就在身边该多好。他眼中一闪，但没回头看我。良久，他轻声说：“但你在这里也替我守着清河。”那年秋天，他决定在书屋开设写作训练营，邀请全国各地女性讲述者来清河共筑音乐，写一封回不去的信。我帮他布置房间，调试录音设备，打印开营手册。他一边看我忙碌，一边笑着说：“你越像书屋的主人了。”我回答：“不是像是，本来就是。”他忽然停下笔说：“思涵，我一直觉得我能走那么远，是因为你在原地不动。那晚我们在院子里坐到很晚。秋虫低鸣，茶水渐冷。”他忽然靠过来，轻轻把头靠在我肩上，低声说：“谢谢你一直不说破。”我没回应，只伸手握住他的手，像多年前他在痛哭中伸手拉过我那样。他走后的第5年，他的名字第7次在版封面从黑白改为水彩封底，印上一句话：“清河未老光，仍在。”她已是女性书写最被信任的名字之一。许多书评人说她改变了女性自我叙述的方式，也改变了很多人对母亲与写作的理解。但对我来说，她永远是那个在黄昏里轻声念出妈字的女孩，是那个在书屋小厨房笨拙的煮粥，却笑着说：“今天多放了一点糖的沈如雪，是我从不说出口的光。”今年的清明节，我特地去福州，替她去看宋清河的墓坟前有些落叶，我清扫干净，摆上一束茉莉，然后我在墓碑前轻轻说：“阿姨，她现在很好。”风吹过山坡，草木沙沙作响，像是她轻声回答：“谢谢你一直陪她。”我转身离开，不带伤感，只待安宁番外，没有结尾，因为他的故事还在继续。在清河书屋的每一次朗读里，在那串挂了8年的银手镯上，在每一个说出我愿意讲的人心中，还有在我记忆最深的那一页纸上，他温柔、勇敢、安静而坚定地站着，目光清澈，声音如风。我想讲一个关于他的故事。